直升机要造大了很简单，但要造小了就很难。对于大型直升机来说，武器装甲可以都安排上，在强劲发动机的支持下，损失的只不过会是一点点机动性。而小型直升机的设计就非常考验设计师的技术了，因为它们体积很小，所以无法安装太大的发动机，这样也就变相制约了它的火力和防御。这样一来，小型直升机就得到了很好的机动。简单来说，防御靠 miss。在足够熟练的直升机飞行员手中，轻型直升机可以发挥出数倍于重型直升机的作战能力，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我们本期视频的主角，法国航太 SA-341、SA-342 邓凌直升机。可能很多观众都非常疑惑，轻型直升机，尤其是邓凌这种空重1吨、最大起飞重量也不超过2吨的轻型直升机，到底有什么用？它的防御脆弱到可以被步枪打下来，而火力最多也就携带4发反坦克导弹，完全比不上法国自己使用的虎式武装直升机。但这就是邓凌的魅力和优势所在，它拥有准武职级别的火控系统。在虎式直升机无法被 A400M 这种战术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时，邓凌就可以凭借小巧的身影，伴随着法国空军的运输机前往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在那里为当地法军提供空击侦察和反坦克火力。在坦克面前，这头邓凌可不是吃草的，而是吃肉的，和虎一样致命。在法军与马里发起的搜猫行动、乌头行动中，都是以邓凌紧急出动，使用火箭弹和导弹在半路拦截武装分子作为开幕的。作为远离法国本土的马里，在武装分子进攻时，第一时间能获得的就只有小巧的邓凌的支援。在2013年1月11日开始的搜猫行动中，马里的法军对于进攻马里首都的武装分子第一时间出动了邓凌。携带有反坦克导弹、机枪和火箭巢的邓凌，在1天时间内出动多次，血洗了武装分子和皮卡车队，迫使拥有约900到1200名武装分子和200辆汽车的行车纵队退出邓凌的作战半径范围。当然，在这次战役中，对地攻击的邓凌也被武装分子的步枪和机枪射击，法军中尉飞行员达米延·博托因此壮烈牺牲。无独有偶，2019年6月7日至19日，法国发动乌头行动，联合马里武装部队和尼日尔军队在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交界的马里利布塔科地区对武装组织实施打击。在行动中，一架邓凌被机枪击中，失去动力坠机，正副飞行员身受重伤，在后座的狙击手将他们拖出来之后，将他们绑上前来支援的 EC665 虎式武装直升机的短翼，从而完成了及时的撤出和后送。那既然邓凌如此脆弱，法军为何还要制造并使用这一种直升机呢？法国航太邓凌直升机一般分为 SA-340、SA-341 和 SA-342 3个型号，它是第一架采用涵道尾桨而不是传统尾桨的直升机，也是第一架根据仪表飞行规则适应单飞行员操作的直升机。1966年，法国南方航空公司开始研制一架轻型观测直升机，目的是取代只有2人座位的 SE-313、SA-318 及云雀2超轻型直升机。新飞机起源于法国陆军对轻型观察直升机的需求，旨在取代全部的云雀2和云雀3。新飞机的载员量要提升到5人，并且机动性不低于云雀系列。更大的机体代表了更多的升级潜力，也意味着这架飞机对于传统法国直升机客户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架轻型直升机既可以法军自用，又可以出口赚外汇，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第一架原型机 SA-340 于1967年4月7日进行了首飞。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原型机的 SA-340 依然使用着云雀系列上传统的外露尾桨，直到1968年初，第二架原型机 SA-341 上外露尾桨才被涵道尾桨取代，整架飞机也变成了我们目前看到的邓凌的样貌。邓凌一问世，就向世界展示了自己无与伦比的机动性。1967年5月13日，一架邓凌在测试中展示了它风驰电掣的速度。在测试场地内，这架邓凌打破了2项不同的直升机世界速度纪录，分别是在3公里内达到30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并且在100公里内达到29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说，在2吨级轻型直升机内，邓凌的飞行速度是数一数二的。并且邓凌还拥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成就，那就是让英法使用同一款直升机。在无数的英国和法国笑话中，这2个国家都视对方为比苏联更具有威胁的死对头。可以说，双方自从英法100年战争开始，一直到今天，在国际关系的维持上，如果不剑拔弩张，那就是英法关系比较好的时期了。但是邓凌改变了这个状态，在邓凌开发阶段公布了直升机参数的法国人就被英国人找上门来，
他们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对新生邓灵的兴趣。法国南方航空和维斯特兰于1967年2月就签署了一份合同，宣布对邓灵进行联合开发以及生产共享。维斯特兰将在邓灵的制造中占有约 65% 的份额，并成为法国南方航空的合作伙伴，对邓灵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和改进。总的来说，维斯特兰将生产约262架各种型号的邓灵，主要服役于英国武装部队的各个部门，同样也有一部分民用市场。在 SA-341 用于研究的4架原型机中，就有1架来源于维斯特兰。在法国陆航服役期间，邓灵主要有以下几种型号，分别是携带有 HOT 反坦克导弹作为空击反坦克力量的 SA-342M， 装备有20毫米炮的近距离支援版本，被称为 SA-341F。 另外，邓灵在法军中还有一个防空版本，也可以携带西北风便携式防空导弹，化身低空飞行器杀手。在英军中服役的邓灵比法军的花样少得多。SA-34D1 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中被指定为邓灵 HT3， 作为直升机飞行员教练机使用，所以使用了 HT 而非 H 的前缀。SA-341E 被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编号为邓灵 HCC4， 用于通勤任务和 VIP 运输。SA-341C 被皇家海军使用，编号为邓灵 HT2， 和 HT1 一样，都是直升机教练机。作为法国南方航空的优秀之作，邓灵就有几项关键创新。首先就是我们提到的，这是一架带有涵道尾桨的直升机。简单来说，它就是将传统尾桨套在了一个护罩中，安装在尾翼的垂直表面上，以替代传统的尾桨。虽然这样一来会减少尾桨的有效使用面积，导致直升机在低速下偏航，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功率，但它的好处就是很多了。它不易受到外力损坏，一些比较小的来袭物体还会被尾桨外壳挡住，而且它也增加了地勤维护的安全性。在高速巡航状态下，飞行员也不用费心去管尾桨带来的偏航，因为在涵道尾桨设计中，尾桨已经被包裹的外壳整流了，因此涵道尾桨更适合高速飞行。邓灵也成为了同类直升机中最快的那个。邓灵的原始主旋翼系统基于梅塞施密特·博尔科夫·布洛姆为 MBB-BO105 开发的刚性旋翼系统。然而，刚性旋翼虽然到处都是好处，但它有一个致命特点，导致和邓灵的配合极差，那就是刚性旋翼几乎完全无法进行高速飞行。这一点在 SA-340 原型机试图进行高速飞行中所遇到的控制问题就可以略知一二。所以在 SA-341 原型机上，刚性旋翼被半刚性旋翼所取代。到底使用怎样的旋翼，也是导致邓灵从60年代初开始研发，却一直到73年才正式服役的主要原因。在 SA-341 正式生产型号上，飞机使用了半刚性旋翼，单个叶片由玻璃纤维组成的复合材料制成，具有轻量化和出色的耐腐蚀特性特点。自邓灵之后，世界各国在新直升机设计中也都使用了复合旋翼叶片。拥有半刚性复合旋翼叶片的邓灵具有出色的运载能力。邓灵可搭载5名乘客，或者在机身下方的挂钩上吊运1320磅货物，或者还可以在机舱后部专门留出80立方英尺内部空间中装载1100磅货物。通勤型邓灵就已经很能装了，但比较遗憾的是，武装型受限于机身重量和挂架问题，并不能携带有如此多的武器。武装型邓灵主要的武器是4枚 HOT 反坦克导弹，或者它还可以安装前射20毫米机炮，用来清扫一些地面软目标。除了武装之外，邓灵的可选配装备可谓是五花八门：发动机噪音抑制器、53加仑内置油箱、救援绞盘、应急浮漂装置、微粒过滤器、增高起落架、机舱加热器、可调节着陆灯，或者是发动机防冰系统。各位可能看出来了，这些装备对于军用基本上没有什么用途，但却是民用直升机上必不可少的。没错，这些就是邓灵的民用装备。虽然这型直升机是基于军方设计方案而开发的，但是在该机型投入使用后，民用市场的关注度一点也不少。可以说，这型飞机在军用和民用领域一样出名。这主要归功于2点：邓灵的操作舒适以及易于维护。它能够在没有主液压系统介入的情况下，以高达1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舒适的飞行，并且保持灵敏的操控。当然，这不代表它没有液压系统，所有飞行控制电路都配有液压4伏推进器，以减轻设备故障时的控制困难。邓灵是第一架根据仪表飞行规则改装为单人驾驶的直升机，这主要归功于霍尼韦尔。邓灵上安装了霍尼韦尔开发的双弓自动驾驶系统，使飞行员在单人飞行时不会过度劳累。在可维护性上，邓灵也是佼佼者，所有轴承即使在无润滑状态下也能坚持工作一段时间。机上大部分液体，比如航油、液压油、机油等储罐，均支持地勤快速检查。许多部件的设计使用寿命超过700个飞行小时，有些甚至达到1200个飞行小时。在设计阶段，邓灵就强调，在战场仅能够提供最低维护的情况下，该直升机也可以顺畅运行。
这一特点原本是为了保证在法国境内大部分机场被苏军空袭摧毁之后，地勤在缺少备件的野战机场也可以维护邓灵而设计的，但此时却受到了很多民用公司的青睐，原因是这样可以降低直升机的运行成本。虽然邓灵非常受民用公司欢迎，但这毕竟是一架生而为战的军用直升机，所以它的战绩相当出色。由于邓灵较轻的身板，他自出生后就没有缺席法国任何一场对外军事行动。在乍得、前南斯拉夫、吉布提、索马里、科特迪瓦和阿富汗都留下了自己的轨迹。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甚至出现了包括法军和科威特在内的数个国家同时使用热带版邓灵的奇观。在战斗中，邓灵可以尽情在没有像样防空系统的伊军头顶肆虐。法军甚至发明了一种战术，集结带有机炮和火箭弹的邓灵机群，凭借自己的超高速对伊军阵地进行掠袭扫射，从而进行火力侦察。最整蛊的是，并不是海湾战争的联军装备有邓灵，伊拉克也有相同版本的邓灵直升机。这些直升机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用来攻击伊朗的武器。此外，在海湾战争中投入邓灵直升机的英军，他们对于邓灵的大规模实战更早，可以追溯到福克兰群岛战争。但这毕竟是个法国装备，想要英国人使用它有什么超水平发挥还是太苛求了。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邓灵被作为轻型武装直升机使用，可以携带68毫米 SN-EB 火箭吊舱以及机枪，对阿根廷军队阵地发起目视打击，并且为了防止阿根廷军队击落这些直升机，英军还为邓灵安装了附加装甲板。为了适应在军舰上部署，英军邓灵还拥有特殊的折叠机翼，可以方便塞进狭小的登陆舱机库。为了保证在水上迫降的生存性，还安装有额外的应急漂浮装置。虽然做了很多的准备，但邓灵的福克兰执行并不顺利。2架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武装版邓灵在圣卡洛斯水域登陆的第一天被击落，揭示了轻型武装直升机在战场条件下拥有非常差劲的生存性能，即使安装了附加的装甲板。而更恶搞的是，这并不是邓灵在福克兰最倒霉的时刻。在1982年6月6日，一架陆军航空队的邓灵被误认为是一架低空飞行的阿根廷 C-130 大力神。此时，英军执行的是对福克兰群岛的孤立战术，这会断绝岛上阿根廷军队的补给，并且迫使他们投降。所以，皇家海军42型驱逐舰 HMS 卡迪夫号对着这架 C-130毫不犹豫地发射了防空导弹。可怜的邓灵被自己人炸得四分五裂，也算是邓灵整个服役生涯期间最大的乌龙。进入新时代之后，邓灵作为一种经久耐用的直升机被各个公司看中。作为一种70年代制造的直升机，大部分邓灵的设备已经老化，急需现代化升级。这样一来，世界上庞大的邓灵机队就成为了这些航空公司的香饽饽。比如说 AirTech 集团就为现有的老版本邓灵提供了大修方案，其中包括升级的防弹防护、夜视仪，包括火箭和机枪在内的新弹药，以及 3D 导航显示器。据报道，即使在2010年代，埃及等国家也非常有兴趣升级他们的邓灵机队。QNIT-Q 为邓灵开发了直接语音输入系统， DVI 系统可以对飞机的许多方面进行语音控制，从而降低了对机组人员的要求。简单来说，就是为邓灵配备一个 Siri。2011年9月 QNIT-Q 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提议，为前英国邓灵配备源自诺斯罗普格鲁曼 MQ-8 火力侦察兵的自主飞行管理系统，将它们转换为无人驾驶飞行器，以满足皇家海军对无人海上空中平台的要求。但总的来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想升级邓灵，因为它实在是太老了。在新世纪的低烈度冲突下，一款作为消耗品设计的直升机是不符合21世纪的需求的。在法军内部 EC665 虎式直升机已经替换掉了全部的邓灵，而英军也不再保留作为教练机的邓灵。虽然它依然在世界上服役，但终将逐步被世人遗忘。贴地飞行300公里每小时的食肉邓灵传说又将传唱多久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